大家好，我是鱼儿。炖大骨头汤，很多人在家就是炖不好，不是汤不浓，就是肉不香。今天我就把饭店里不外传的诀窍分享给大家。炖出来的骨头汤，汤色奶白，特别的好喝。那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点这种大骨头，这个大骨头就是猪身上的童子骨。这个骨头现在我们这边只要12块钱一斤，你们那边现在卖多少一斤呢？这种大骨头在家特别的不好宰，所以我叫摊主就提前帮我剁好了。炖大骨头只要记住2放2不放的诀窍，保证炖出来的骨头汤汤色奶白，汤甜肉香，而且还没有一点腥味。接着先往碗里加一点食用盐，然后再往里面加一点82年的白酒，然后再往碗中加入刚从山上挑回来的长江水。这里我们加入一点食用盐，可以让里面的血水吐出来，加入一点白酒，可以让骨头肉质更加的鲜嫩，而且没有腥味，这样炖出来的骨头汤肉质就不会发柴。然后放一边给它浸泡1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浸泡了10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泡出来了这么多的血水。然后我们先简单的把骨头给它清洗一下，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干净的清水，我们一直把里面的骨头给它清洗成像视频中这样没有血水为止，这样清洗的干净一点，炖出来的骨头口感才会更加的好，而且汤色也会更加的奶白。全部清洗干净之后，再将骨头拿起来，直接放到锅中，接着往里面加入几片姜片，小葱段也往里面加一点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黄颜色的料酒，这3种去腥3件套，给肉焯水的时候一定少不了。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而且我们在给骨头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凉水，这样骨头里面的血水才会给它煮得出来。而且我们在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，这样大骨头里面的血水才会完全的逼出来。要是大火的话，骨头里面的血水就会凝固在里面。水烧开之后，我们先用勺子把上面这一层腐沫给它撇干净，因为这一层腐沫也是腥味主要的来源。像这样的大骨头，我们水开之后还要给它煮5分钟，这样里面的血水才会完全的煮出来。要是血水煮不出来的话，不管你怎么炖也炖不出汤色奶白的汤。所以朋友们在煲汤的时候一定要用我这个方法来煲汤。好了，焯好水之后，我们直接用筷子把骨头夹起来，放到肉篮中备用。然后再开水龙头流动的热水，把骨头给它清洗一下。这里我们切记不要用冷水来清洗，不然炖出来的骨头汤，骨头它的肉质就非常的发柴，口感特别的不好。最后我们把骨头给它清洗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啦，然后放一边备用。接着起锅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点猪油，加入一点猪油，汤色才会更加的奶白，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诀窍。然后再把骨头放进来，我们先把骨头给它煸炒一下，这样炖出来的骨头才会更加的香，而且没有一点腥味。这里我们一定不要偷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我也点一个赞呗，因为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然后给它煎成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再往锅中加入刚烧开的开水，开水的量我们一定要一次给它加够，然后再用铲子把表面这一层油给它撇干净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才不会油腻，加入开水炖出来的汤才会奶白。然后再往里面加入2片姜，冰糖也往里面加一点。炖骨头汤我们要记住2放2不放，葱和大料我们一定不要放，2放就是生姜和冰糖我们可以放。然后再用铲子把骨头给它铲到一个砂锅里面，要是往里面加入了葱，炖出来的骨头汤全是葱的味道。同样大料也不需要放，我们炖骨头汤就是要喝它原汁原味的汤味。
而且这样炖出来的骨头汤营养也要更加的丰富。接下来再把砂锅的盖子给它盖上，然后我们给它用小火炖5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趁这会儿的时间准备一点玉米，先切成小段，然后再从中间给它对半切开，1分为2。全部切好之后再装进盘中备用。白萝卜我们也可以准备一点，对半切开，然后再稍微改2刀，再翻过来给它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也装进盘中备用。清洗干净的小葱也准备一点，切成细点的葱花。切好之后再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炖了50分钟，打开来看一下，哇塞，这个时候的汤色已经变得非常的奶白啦，看起来跟牛奶一样。而且这个时候的大骨头也炖得差不多熟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把切好的萝卜和玉米全部给它放进来，然后再用勺子把玉米和萝卜给它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我们继续再盖上盖子，再给它炖2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炖了20分钟，打开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萝卜也已经熟了，用筷子轻轻的一夹就会断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点红颜色的枸杞，喜欢吃胡椒粉的可以放一点白胡椒粉。接下来再放入一点食用盐，然后用勺子把里面的调料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样我们一道非常好喝的炖大骨头汤咱们就做好啦。用我这个方法炖出来的大骨头汤营养又美味，而且大骨头也非常的香，没有任何的一点腥味，真的是软烂脱骨。而且像这样炖出来的汤颜色也非常的奶白，看着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有营养。像这样炖出来的汤特别合适老人和小孩子喝。好啦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